普京想当彼得大帝，芬兰总统被吓回国，开疆扩土的俄罗斯或成为西方国家的噩梦。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普京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公开的说法是因顿巴斯地区2个共和国的请求而采取的行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领土并没有兴趣。自俄罗斯2014年夺回克里米亚以来，普京在俄罗斯内部的讲话时曾表达过要推翻列宁时期将俄罗斯领土划分出去的决定，这里面就包括乌克兰的大多数俄语地区和芬兰。芬兰原来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国，宣布独立几天后，列宁宣布承认其主权地位。俄罗斯军队目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作战行动打得比较困难，虽然胜利的希望较大，但总体的推进相对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普京还有开疆扩土的野心吗？目前还说不清楚，但或许真的存在此类想法。前一阵子芬兰和瑞典不是要申请加入北约吗？开始时普京不想再树一个敌人，因而没有做太过强硬的表态，但他最近的一番言论却有些惊人，甚至把在外访问的芬兰总统都给吓回了国。6月9日，普京在参加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的纪念会上表示，虽然彼得大帝与瑞典交过战，但他没有侵占，而是收复。如今这样的事情落在了现在一代人的身上。当年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的时候，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这片领土属于俄罗斯，但后来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承认。彼得大帝曾经通过战争击败了当时的欧洲强国瑞典，最终让俄罗斯得以称霸波罗的海。当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都是彼得大帝的小菜。普京借纪念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之机发表的上述言论，是暗中警告芬兰和瑞典不要加入北约，还是意味着自己想当新时代的彼得大帝，通过开疆扩土让俄罗斯恢复往日的雄风呢？如果有人认为普京的这一表态只是随口说说，那么俄罗斯国内出现不承认立陶宛主权的声音就更严重了。据塔斯特报道，来自统一俄罗斯党的议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法案，要求取消苏联国务委员会有关承认立陶宛共和国独立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涉嫌违法。一旦该法案获得通过，俄罗斯就不再承认立陶宛的主权独立，这将为今后出兵教训立陶宛奠定了法律基础。现在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显然不能满足普京的要求，毕竟俄军无法用核武器来占领他国领土。但是普京此次表态仍然加重了西方对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忌惮，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值得仔细推敲。普京此举的目的可能有这么几个：一，给乌克兰施压。连泽连斯基都明白，如果不在谈判桌上做出适当让步，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就不大可能吐出来。乌克兰的俄语地区原本就是苏联时代从俄罗斯划给乌克兰的。第二，放出上述强硬言论的另一个目的是给积极申请加入北约的芬兰、瑞典施加压力，也可以说是围魏救赵之计，通过给芬兰的口头警告，让西方国家不敢把太多的军事资源投放到乌克兰战场。第三，进一步在俄罗斯国内强化发起俄乌冲突的合理性。普京一直反对苏联时代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出让领土的做法，利用彼得大帝的历史来激励现有的俄罗斯民众万众一心，也能让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更明确自己的作战使命。普京的上述表态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如果俄罗斯在西方眼中变成了一个追求开疆扩土的国家，其威胁性就会长期存在。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扩张行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很可能会提升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速度，推动美国加强在东欧地区的军力部署，进一步增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和军力。如果俄罗斯将收复领土的言论变成行动，那么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反全球化，进一步导致
欧盟和北约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抱团取暖，甚至在经济上与俄罗斯进一步割裂。如果普京想恢复彼得大帝的荣光，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将变成西方国家的战略噩梦。俄乌冲突也必然会冲击未来几十年的地缘政治战略。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应对俄罗斯与西方长期对立的准备，保持好自己的战略定力，尽量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